这天下午，贵州省雷公山脚下的一条河边，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和一位穿白衣服的姑娘边散步边聊天。两个人聊得正高兴呢，忽然从身后冲过来一个红衣女孩，站在两个人的面前拦住去路。就在俩人同时一愣的功夫，红衣女孩迅速抬手就给了黑衣男和白衣女一人一个耳刮子。你们这对狗男女真不要脸，没想到你们果然在这偷情。打完说完，他也不等对方两个人做出任何反应，便迅速一扭身，仅走几步就跳入河水之中。这条河水流比较湍急，红衣女孩刚一落水便被河水淹没。情急之下，白衣姑娘毫不犹豫，纵身就跳入水中去救那红衣女孩。此时此刻，黑衣男急得两脚直跺，猛搓双手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有人没有？还有人没有？这名黑衣男名叫何大丹，是当地县城某局的一名工作人员。跳河的红衣女子是他的女朋友，名叫李仁夏。跳下去救人的白衣姑娘名叫顾小菊。顾小菊是经人介绍来相亲的，相亲的对象就是黑衣男何大丹。您可能就有点不明白了，何大丹有女朋友，怎么还来相亲呢？原来呀，这何大丹不是个好东西。他最近觉得女朋友李仁夏脾气不好，所以越看李仁夏越不顺眼，越看她长得也越难看，就有心跟李仁夏吹灯拔蜡。可又觉得李仁夏家庭条件实在是好，要想再找个这么有钱的富二代，还是独生女儿，有点困难，所以他就很是犹豫，正拿不定主意呢。前几天一个远方表姑忽然来问：大丹，你有对象了没？没有的话，姑姑给你介绍一个。那姑娘可漂亮了，姑姑活了50多岁，见过的人当中她是最漂亮的一个。何大丹一听这几句话，马上就动心了，心想找老婆还是得找个漂亮的，自己看着也喜欢。像李仁夏这样的，虽然家里有钱，但是长相太一般了，根本配不上我。要是相亲谈成了，我就跟他分手；要是谈不成，就先跟他这么处着。想到此地，何大丹马上满脸堆笑地说：姑姑，我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，您这就来了。我没对象，还没对象呢。其实呀，何大丹他们家跟这位远房表姑都已经好几年没走动过了。不过这位姑姑听了何大丹这虚伪的话，还挺高兴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丹呀，这姑娘是你姑父战友的女儿，在报社当编辑，可有文化了。我和她说说，要是她没意见，过几天我来安排你俩见个面。有句话叫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何大丹要相亲的事情被李仁夏的一个闺蜜听说了，这位闺蜜真够意思，第一时间便通知了李仁夏，时间地点是一点不差，只是她添油加醋了一下，把相亲说成了老相好的约会，这才有了刚才李仁夏怒扇耳光赌气跳河的一幕。何大丹在岸边喊了几句之后，发现周围除了树就是山，空荡荡没有一个人。再看看湍急的河水，现在两个姑娘已经跳下去半支烟的功夫了，水面上早已没了人影。有些人是人如其名，何大丹却相反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此时连报警电话也没打一个，就独自慌里慌张地离开了现场。他刚刚离开，就在下游距离出事地点200多米的地方，穿红衣服的李仁夏被穿白衣服的顾小菊推上了岸。因为是拼尽了最后一口力气，顾小菊自己也想爬上岸的时候，却四肢无力，被一个小浪花就给卷入水中。半个小时之后，
李仁夏自己苏醒了过来。他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求救，可惜手机进水之后已经报废了，一着急他又昏了过去。何大丹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，忽然就想，如果就这样走了，将来要是警察一调查，我是不是属于见死不救，会被判刑呀？不行，我得打个报警电话，这样才安全。简短截说，警察和救护车先后迅速来到现场，救活了李仁夏。多部门组成了联合救援队，搜救了好几天，竟然连顾小菊的尸体都没有找到。这时候李仁夏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，他想明白了，何大丹这个人根本靠不住，别说当丈夫了，就是当个普通人他都不够格。于是就对前来求和好的何大丹说，你滚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小夏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去相亲完全是为了照顾老人面子，给我那个表姑帮忙而已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，求你了，小夏，我爱你，我给你跪下了。说这话，何大丹咕咚一声就双膝跪倒在了李仁夏的面前，痛哭流涕。还别说，这一招真灵，李仁夏有点动心了，心想要不就原谅他这一次。正这时候，李仁夏的闺蜜来了，还没进屋就开始嚷嚷，夏夏，你的情敌活着回来了，他没死，活着回来了。说着话，推门进屋，正看到何大丹跪在地上还没起来。原来顾小菊被水冲走之后就失去了知觉，在下游浮出水面的时候，被正在河边散步的一个苗族小伙给救上了岸。小伙是附近山上村子里的，他把顾小菊救活之后，就背着神志不清的小菊到了山上他的家里，让他的妹妹帮着小菊换了干衣服，将养了几天。顾小菊恢复了健康，谢过苗家兄妹，他这才急匆匆赶回了县城的家里，与父母团聚。听说顾小菊没死，何大丹又改主意了。他从李仁夏家回去之后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就跑到顾小菊家去见顾小菊。小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命大，肯定死不了。快说说你是怎么逃生的呀？我带人顺着河边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你。顾小菊早已听说了他被河水冲走之后所有的事情，故此他只是微微一笑，并未作答。何大丹接着说，小菊，那天跟你聊天真开心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女的纯属是个误会，我早就跟她分手了，你可别信她的话呀。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，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顾小菊柳眉一皱，说，何先生，谢谢您的认可，但是我们不合适，您还是先向警察同志解释清楚出事那一天的具体经过吧。